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上個禮拜咧就出咗一大堆嘅 Mini GT 嘅新車啦，咁當中有一部咧好糾結嘅，我想做又唔想做，因為要做嘅話就要做大量嘅資料搜集啦。事關我對於呢一啲賽事我係完全唔熟悉嘅，就係呢個 Hypercar 嘅車啦。咁其實就係 IMSA 啦。咁我就透過呢一部車咧去了解關於賽事以及上面嘅一啲細節啦。咁亦都睇到部車非常之靚，所以我先至算啦。試下做啦，咁有錯就請更正啦。咁事不宜遲，開始今集啦。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i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喺2024年咧，包括有利曼、地通拿以及今次介紹嘅 IMSA 嘅比賽啦，咁仲有啲大大小小由6小時去到12小時嘅耐力賽啦。咁喺參加嘅車廠入面咧，包括有保時捷、林寶堅尼、寶馬、豐田，仲有 Acura 嘅。咁呢一啲賽事咧，包括亦都有分為兩種啦，包括 LMH 同埋 LMDH 嘅。而呢兩個組別咧，其實都係可以參加 GTP 嘅賽事啦，但 IMSA 嘅限制就必須要使用 LMP2 嘅車輛啦嘅車型去參加比賽啦，因為成本亦都較低。咁喺呢個組別入面咧，亦都會分為純電動以及混能嘅兩個組別嘅。咁引擎輸出方面咧，亦都要配合翻 Hypercar 嘅組別啦。咁將馬力調翻低至560匹嘅。咁講翻今次呢部車啦，咁其實係本田旗下嘅一個 Acura 嘅 ARX 嘅06啦，咁喺底盤方面咧就使用翻 FIA 嘅指定供應商之一 Orica 嘅 LMDH 底盤啦。咁性能方面咧就交俾咗 HPD 組別嘅，咁呢一個賽車部門去做一個改良以及開發啦。咁屬於新一代嘅混能跑車嚟嘅。咁亦都根據賽事規定啦，使用咗2.4公升90度嘅呢個 V6 嘅雙 turbo 嘅引擎啦。再配合呢個電機嘅，咁可以最高輸出到去1萬轉嘅。咁電機方面啦、裝配啦，都係由波柱去提供嘅。咁 IMSA 咧，咁呢一個規格啦。咁電池方面咧，就來自威廉士車隊嘅一啲工程部嘅一啲嘢啦。咁配上6前速嘅波箱啦，以及 X-Track 嘅製作嘅。咁整體車身咧，亦都係交咗俾 HPD 去自行處理啦。咁大致係咁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見到呢部車啦。咁其實我本身咧對於 F1 以及呢啲 Hypercar 組別嘅車咧，其實真係唔熟嘅。咁喺資料搜集上面都比較繁複啦。咁係啦。嗱，咁首先講下呢部車嘅來頭先啦。咁其實係由呢個 Wade Taylor 啦，3屆跑車冠軍嘅人去做呢一個車隊啦。咁亦都係車手，又係車隊嘅老闆啦。而家就係同 WTR 合作緊嘅。咁佢本身咧呢位老闆已經贏咗世界上好多享負盛名嘅比賽啦。咁來頭亦都唔少嘅。咁整體嘅車身上面咧係極具標誌性啦，以及睇到尖端科技所製造出嚟嘅跑車係咩形狀嘅。亦都係性能上面咧達到極限啦。咁講少少啦。咁其實整體 Mini GT 喺做工方面咧就非常之誇張嘅一個配置嚟嘅。首先用上咗，我開頭睇相片以為普通藍色啦，但其實就真係唔係，係一個電鍍嘅藍色，金屬電鍍藍嘅質感啦，配上亮黑色啦。整體仲有啲銀色嘅律動線條去表現成架車嘅整體效果嘅。咁最重要係咩呢？好多鏤空嘅設計啦，令到你覺得呢部車咧係帶有大量嘅空氣動力學之餘咧，仲要推得順咧，真係唔容易嘅。我相信 Mini GT 喺呢一個工藝上面咧，係反映到佢哋嘅困難嘅位置要點樣去克服啦。咁亦都睇到呢部車係非常之花心機一款車嚟嘅，因為好多組件。你睇落好似冇乜嘢，但其實真係做落去你就會明。總括去概括下前半部分先啦，因為真係好難講車頭中咁樣去講噶啦。首先第一點啦，我哋會睇到咧，今次喺頭鏟方面咧，喺呢一個位置咧，其實係呈現咗一個反方向嘅屈曲嘅，咁令到兩邊嘅氣流咧可以經過咗兩邊凸起嘅部分咧，去形成咗個空氣對流面啦。咁另外一點咧就係呢一個位置咧，咁其實兩邊鏤空咧係要去克服嘅。點解咧？因為咧你如果呢一個位置做得唔夠暢順咧，你整體成個感覺就會有一種好似分裂嘅效果噶啦。咁第二點啦，當然就係車頭燈嘅部分啦。車頭燈令到我點解今次會去買呢一部車嘅最重要嘅原因就係佢佔嘅比例都幾大嘅，而喺裏邊咧亦都清晰見到每一粒 LED 燈嘅效果啦，非常之出眾啦，亦都睇到日間行車燈呢個銀色嘅部分咧。
我開頭以為應該就咁上顏色啦，結果就唔係嘅，喺個燈罩入面非常之正嘅。咁睇翻啦，真車圖片啦，咁其實開頭睇咧，以為係一個咦，點解佢個色係咪有色差定係點咧？因為佢呢一隻叫做電鍍金屬藍啦，同 Minolta 嘅 logo 顏色咧係一致嘅，喺唔同嘅光影之下咧就會呈現到唔同嘅顏色啦。咁大家而家實物拎到咧就係咁樣嘅效果，就非常之靚嘅。咁啊，整體嘅前半部以及車尾整體結構咧，係交俾 Acura 嘅 development 啦，以及車架嘅 Orica 嘅工程師去共同研發啦，去令到空氣動力學咧提到最高嘅。咁啊，大家會見到啦，兩邊鏤空嘅設計，除咗係可以帶動下壓力之外，亦都可以將多餘嘅暖流帶走，同埋散熱，做到足夠嘅散熱啦。咁又做得相當之唔錯嘅。Mini GT 喺做工呢度咧，可以睇得非常之清晰啦，唔會話兩邊有任何嘅一闊一窄嘅感覺，係完全冇嘅。而整體嘅前半部分咧，咁其實呢一個我哋叫做律動嘅線條啦，就係由呢一個車頭嘅部分一路帶動啦。咁呢一個位置凸起咧，做得嗰個空間感咧，我哋叫做睇到車轆同埋車嘅呢一個我哋叫做輪拱位置嘅距離感咧，非常之足夠啦，有令到你望落去係有一種少少嘅空間感，而呢一種空間感令到整體嘅車胎嘅飽滿度亦都十足啦，同真車亦都相約，係應該要有少少嘅距離感嘅。呢度做得基本上係還原得相當之多嘅。另外側鏡嘅部分亦都係令到我有所驚喜嘅部分啦。大家會見到其實佢非常之低嘅，見到好細粒啦。咁但係究竟點樣睇嘢嘅呢？原來呢，睇翻資料呢，原來呢個團隊呢係本身用咗 VR 去，即係佢哋開發嘅時候用咗 VR 嘅方法去模擬車手角度啦。咁居然呢可以喺極低嘅坐姿之下呢，依然可以提供到足夠嘅視野啦。好啦，我哋繼續睇下車側嘅部分啦。咁其實整體嘅車側部分咧，都係由 Acura 以及供應商 Orica 去共同開發出嚟嘅結晶啦。咁當初睇翻資料咧，其實工程師咧開始起手初稿嘅時候咧係好複雜嘅，跟住咧逐步將所有嘅線條咧應該要減去嘅，亦都減去啦，再重新規劃啦，甚至啱啱我講嘅將呢部車縮細咗之後進行一個風力測試，即係所謂嘅空洞測試啦，風洞測試。以及一個空氣動力學嘅睇到個效果啦，咁好大機會咧，其實呢部車咧根本可能係喺佢哋做緊測試嘅時候做出嚟嘅一個雕琢品嚟嘅，所以又唔知 Mini GT 同佢哋有冇啲咩特別嘅關係呢？係啦，另外車胎嘅部分，我自己咁睇啦，非常之靚㗎。呢一個米芝蓮車胎嘅質素咧非常之高嘅，睇得非常清楚之餘咧，每一粒字就算用放大鏡都睇到啦，色域亦都準確嘅。另外喺重返光位可以見到啦，就係呢啲咁嘅鯊魚窿嘅疏氣位置啦，深度亦都足夠啦，唔會話造成兩種好似一深一淺嘅感覺，又或者基於噴塗咗呢個色之後，令到整體嘅邊緣有任何嘅模糊啦。呢度做得非常之好嘅。咁最後一樣嘢啦，正所謂呢部車係空氣動力學嘅極致啦，咁所以咧大家會見到後轆嘅部分咧。呢兩條律動嘅線條，大家會見到有銀色一路伸延至去尾部咧，其實就係佢哋喺空氣動力學裏邊喺繪畫線條嘅時候咧，佢哋所做嘅一個拉花，而呢一啲亦都係佢哋空氣動力學嘅一啲線條嚟嘅。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咁其實整體嘅車尾部分咧，首先我哋嘅着眼點當然就係巨大嘅尾翼以及巨大嘅尾擾流啦，非常之大嘅，可以見呢部車咧要有幾大嘅下壓力，而且點樣去帶動車身而唔好令到架車飛起嘅狀態之下咧，呢度咧係非常之明顯嘅見到啦，每一隻角亦都清晰立體嘅。咁啊，大家又會問啦，喂，點解佢呢啲燈唔做水晶件？大家睇翻真車圖片就會明白㗎啦。遠睇嘅時候的而且確係形成咗咁樣嘅效果。如果呢度做水晶件呢，就會好古怪。第二樣嘢，呢一啲位置實在太細啦，根本冇辦法做到嘅。咁所以呢 Mini GT 喺呢一啲位置呢去做一個取捨呢，我覺得係相當適合嘅，而唔會令到成個感覺呢好似差咗。成個感覺係完全冇嘅，依然都係非常高質素之餘呢，恰當好處嘅平衡嚟嘅。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呢，嗱，內部嘅結構呢就唔打開啦，因為事關呢架車個空間感亦都非常之細啦。咁啊，我哋直接去進入呢個可購買指數啦。
好啦，嚟到今集個可購買指數啦。今集個可購買指數咧，我會俾佢去到9.8分嘅。咁整體嘅車身質素咧非常之高啦，亦都透過呢一部車，我可以去了解究竟一架 Hypercar 入面嘅一啲細節位置啦、做工啦，以及喺我哋叫做空氣動力學嘅一啲效果究竟係點樣營造啦，亦都係睇到 Mini GT 喺尾翼嘅部分呢，亦都係相對地比較巨大，而且做得公正有力。邊緣位置非常之立體，鏤空嘅設計、距離、空間，亦都係透過佢哋花過心思去做嘅。咁啊，如果有坐開呢部車，都唔使講咁多噶啦。我自己咧就唯一係等緊寶馬嗰部嘅啫，因為我都係寶馬 fans，咁點都要儲翻部啦。咁大致就係咁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睇睇成部車啦。嗱，透過呢一部車去了解到 IMSA 嘅耐力賽嘅一啲細節啊，以及車輛上面運用到大量嘅科技，佢都比較似 F1 嘅。其實就但係 F1 嗰樣嘢就大家比較熟悉啦。咁呢個賽事咧，我相信都有唔少人熟悉，但係我小弟我咧就對於呢一類型嘅車就比較陌生少少啦。咁希望係啦，都係講句戴咗頭盔啦。係咁啦，咁啊，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歡迎訂閱我個頻道，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